一直以来，印度的军工武器都是依靠大批外购获得。尽管印度近些年来一直在提倡武器制造国产化，但是成效甚微。根据数据资料统计显示，俄罗斯是印度武器的最大供应商。细数印度军中的装备，除了有大批的俄制战机外，连防空系统都是大量从俄罗斯进口的。按照这一迹象来看，每当俄罗斯有新武器出现时，最开心的应该是印度，因为印度可以通过购买获得这一先进武器。但是最近却出现了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在俄罗斯五代机面世之后，最先吓出冷汗的竟然是印度，不是美国。据报道介绍称，在俄罗斯举行的最新的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第五代单发多用途轻型战斗机将军的原型机正式公布在公众视野中。从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这一款轻型五代机的极速可达 1.8 马赫。从这一速度来说，其拥有威慑敌人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另外，其可挂载的武器载荷也十分强大，不仅本身机腹弹舱大，其还可以外挂多种类型的武器，总共可以挂载5枚空对空导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外挂武器的性能，使得俄罗斯该款战斗机创造了五代机里的一个纪录。第一款标配火箭弹发射槽的战斗机，从目前来看，这一款战斗机的性能不能小觑。那么，根据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最应该紧张的应该是美国才对，但是印度却最先紧张起来了。据印度国防研究部最新报道称，在这款战斗机亮相之后，印度已经被确定为潜在出口客户，该机也预计将会在2023年首飞。巧合的是，印度本土制造的光辉 Mk2 战斗机也将在同一时间首飞，并且印度空军已经达成了一项采购协议，将会购买多达170至200架左右的本土光辉战机。但是我们知道，印度军工制造一向有着拖沓天王之称，这也就意味着光辉 Mk2 战斗机能否顺利在预定时间内首飞，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如果不能按照计划完成，那么印度空军将很有可能迫于压力而选择降低这一国产战机的采购量。而印度媒体随后指出，俄罗斯新推出的这款战斗机对标的就是印度的光辉 Mk2 计划。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本土军工制造将在俄罗斯新型战斗机的挤压下变得更加艰难，这也不免让人担心，印度本土军工制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走上正轨？这是关乎印度国防安全的重中之重，因此印度不得不重视起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同为前苏联的加盟国，按理说关系应该不差。但是近几年来，乌克兰与俄罗斯一直都在针锋相对，双方互不相让，对东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再加上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乌克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黑海地区针对俄罗斯的多国军事演习就是很好的证明，并且乌克兰还千方百计地想要加入北约，意图通过北约的力量来对抗俄罗斯。但是北约各国害怕惹怒俄罗斯，一直拒绝与乌克兰加入北约。最近，乌克兰又闹出一个国际大笑话，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陷入了大麻烦。据乌克兰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安全局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将军发出传唤令，要求绍伊古将军必须在20日之前抵达乌克兰接受调查。据悉，乌克兰安全局对绍伊古将军指控的罪名是涉嫌建立武装力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不是乌克兰第一次传唤绍伊古将军了。其实早在2014年和2016年，乌克兰就已经对绍伊古将军进行过2次传唤，其中2016年更是被乌克兰列入了战争罪犯名单。乌克兰或许很认真地想做成这件事，但是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就算绍伊古将军真的到了乌克兰，乌克兰方面还真未必敢把他怎么样。据说，白宫一位鹰派高官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笑道：“美国目前都不敢这么做。”可笑的是，绍伊古作为乌克兰的通缉犯已经数年了，乌克兰也只敢进行口头传唤，从来都不对其进行实际的抓捕行动。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只能让其在国际社会丢足脸面。美国以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日益激烈，乌克兰正好可以成为他们针对俄罗斯的前沿阵地，而与俄罗斯关系陷入冰点的乌克兰也需要外力来帮助对抗俄罗斯，双方因此一拍即合。但是乌克兰不清楚的是，北约与美国只是将其视为针对俄罗斯的一枚棋子，根本没有将其视为自己人，所以才会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模棱两可，迟迟不肯将其纳入北约阵营。与俄罗斯的矛盾日益激烈，美国又许诺了很多口头利益，所以乌克兰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做了反俄先锋。殊不知，以乌克兰目前的实力，俄罗斯根本未将其看在眼里。
世界各国也以一种看笑话的方式看待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挑衅行为。可惜乌克兰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不清当下的局势。不知道绍伊古将军看到乌克兰如此执迷于追捕他，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只知道俄罗斯媒体对于此次乌克兰的行为不屑一顾，毕竟以目前双方的实力差距，俄罗斯完全不必紧张。反而俄罗斯专家认为，绍伊古将军很高兴前往基辅，因为一旦他过去，可能是带着好几个师过去的。到底是乌克兰太无知了，还是普京拿不动刀了？乌克兰再不认清自身的实力与地位，继续挑衅，普京总统可能会真的发飙。届时，绍伊古将军或许真的会带领俄罗斯大军亲临基辅。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俄罗斯的海军节，在这一天，俄罗斯也举行了盛大的海军阅兵仪式。而在仪式上，普京再次强势发言，对国际社会示威。如今，俄罗斯有能力从天上、地上、水底全面检测到敌人。如果有胆敢挑衅俄罗斯的，在必要时刻必将面临俄罗斯不可阻挡的打击。一番话刚落音，就再次给不少国家造成了冲击，比如英国。此前，英国在黑海挑衅，结果被俄罗斯直接炮轰驱赶。就这样还死鸭子嘴硬，说自己还会继续在黑海自由航行。如今在普京的这番话下，英国还有胆子去黑海挑衅俄罗斯吗？值得一提的是，不管英国是如何想法，单看普京这说话的时间也是颇为巧妙，正好和中国对美国发出强势信号在前后脚。23号到24号，中国从反制裁美国7个反华人员和组织开始，到人民日报公开警告美国勿谓言之不预，以及王毅外长提出中国不介意给美国上一课为止，就已经几乎就是全面和美国宣战了。只要美国敢挑衅，中国将不介意对美国动手。随后的25号，普京就说出了这番话，还是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访华的第一天。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俄接连的动作是否有什么关联，又是否代表了什么信号，对南海局势又有什么影响？按照个人猜测，这或许就代表了中俄将全面联手，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反击的信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可能有人会说，中俄本就是战略合作伙伴，为什么这里还要再次强调中俄联手？其实之前中俄之间的互动大多不是在明面上的，甚至可以说除了态度是一致的，联手的动作并不多。所以如今这连番动作，强势的态度很明显就是表示中俄将会全面反击，而这个反击也必然是双方正式联手对美英等国家挑衅的应战。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王毅外长访问叙利亚，并且和叙利亚达成了全面合作协议，甚至叙利亚的总统还公开表示将全面站边中国，所以这其实就已经有苗头了。毕竟叙利亚作为俄罗斯和美国另一个战场，而中国的这一个访问也正式宣告了中国加入俄罗斯阵营。就这一点来说，也再次印证了中俄或许已经全面联手了。那么中俄联手将会对南海造成什么影响呢？亦或者说会让世界格局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中俄联手是美国都难以对抗的，特别是在中国火力全开的情况下，所以美国很有可能会在南海消停下来，让南海局势告一段落，且谋后续。而英国之类的北约国家就更不会继续搞小动作了。不过这也不排除美国就突然脑子坏掉了，对中俄选择硬刚，这样一来说不准就会引发全面大战。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要到南海的事儿，算是接下来的重头戏了。虽然在来的路上一波三折，但是如今却有很大的可能已经进入了南海。而这个时候，除了英国航母，印度也瞄准了南海，似乎准备发力。至此，南海局势愈加复杂。据南海战略态势的消息，25号上午，整支航母打击群正式穿过马六甲海峡，直奔南海。按照行进速度推测，起码到目前为止，英国的航母打击群应该已经正式进入南海海域了。对此就不由得令人想起日前美国媒体的威逼英国闯一闯中国南海岛礁领海一事。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正式给美国发出最后通牒，美国若是继续利用台海和香港针对中国，中国将全面对美国进行反击后，英国航母还会不会听美国的话，闯一闯中国南海岛礁的领海呢？英国之前其实算是对闯南海有点虎视眈眈的，
就比如之前那条英国敢宣告要在南海争议地区走一趟的宣言，就很明显地证明了英国的打算。但是在中国人民日报给美国敲丧钟，外交部公布首次使用反外国制裁法制裁美国官员，以及外交部部长王毅对美国放话，中国不介意给美国上一课之后，英国还会给美国当炮灰撞中国枪口上吗？其实这里对于英国来说是有一个问题的，英国相不相信中国对美国的警告也会用在英国身上，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简单的来说，就是中国在发出最后通牒后，是否会直接把英国和美国同等论处，这一点其实英国也在试探。首先有消息表示，英国将不再让中国的核能企业参与英国未来的核电项目，并且现在已有的也很有可能会直接驱逐。如果这个消息最后被证实是真消息，那么就表明英国不打算和中国和平相处，南海肯定是要闯一闯的。其次，印度似乎也瞄准了中国南海，有印度智库专家建议，在陆地上打不赢中国，就干脆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弱点——南海运输交通线。对此，就有民间智库的分析专家提出，这或许会让英国和印度合作，联手闯一闯中国南海。毕竟在进入南海前，印度和英国还大张旗鼓地搞联合军演，甚至其实说不准印度会兴起这个想法也是英国挑起的。不过不管如何，从如今的局势来说，美国联合反华圈似乎有了更多的流通性，比如日本预备和澳大利亚联合，印度也似乎打算跟着英国干。这么一看，南海局势愈加复杂，中国必须要提高警惕了。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中国将如何化解这一局呢？从根本原因来说，这些国家之所以敢随意挑衅中国，终究是中国过于和平。所以有国人就说了，中国还是应该学一学俄罗斯，对待这些国家就应该用炮弹指路，让他们好好看一看路该怎么走。